大家好，我是白杰，我是小雪。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学习中文的5个重要原则。大家好，我是圣杰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我们其实从很久以前的时候就开始学中文，但是我们是到了台湾，然后传教的时候才真正的认真的学。你说很久以前开始，让我感觉很老。我其实没有那么老，没有那么久之前，好吗？高中而已，才10年前吗10年前吗？对啊，你不是28岁吗？10年前好吗10年前了，差不多。好啊。好，我高中2年级，不是高中但我美国的高中是4年嘛，我们是高中，我是高中3年级就开始学中文 ，junior year 就开始学中文，然后对啊，那时候真的没有学到很多，我大概有学会拼音，罗马拼音，所以发音那些我都会了，就是都学会了，但是如果真的要沟通的话，就没有办法。对，我也差不多了。我是高中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中文，但是我的中文课，我们老师他很可爱，他会给我们看《功夫熊猫》，然后他会帮我们煮一些中国菜。我那时候学习番茄蛋，然后就是中文没有学很多，拼音会了，然后发音很不标准，但是至少有一些小基础。对。不过我觉得我在高中，没有学会中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第0的原则。其实我们最常被问的问题不是你们怎么学中文，而是你们为什么会讲中文？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对的问题，因为其实我不是我们怎么学中文，这个不是重点，其实是我们为什么会学中文才是重点。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没有一个很大的渴望，我们只是为了考试而赶快背很多单词，或者是就是为了老师的就是什么给我们的什么功课啊，就会学习一点点，但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渴望。他应该可以说是为了考试而学习，而不是为了学习而考试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第0的原则就是要有目的，要有渴望。对，我觉得我真的很相信你，如果没有目的，然后去学中文的话，你会没有办法。所以它虽然不是一个学习语言的方式，但是它真的是一个第0的原则。你在学习语言之前，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。对，你需要有这个渴望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渴望去学习，或是没有一个后面的一个目的，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东西而学习这个语言的话，那就很难了。真的很难的，然后你会很辛苦，然后也会不喜欢。对，你就会一直学得不开心。所以我们在高中之后都有在大学学一点点。你学了1个学期，你学了1-2个学期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学3个学期，然后大学就差不多跟高中一样嘛，就是为了考试嘛，为了考试而学习。然后我们是就是接收到我们的传教召唤书，就是我们收到这个召唤书，然后告诉我们要来台湾传教，才真正的开始学中文。我们那个时候到了一个训练中心，但是我们在那里才9个礼拜，你12个礼拜对不对？我很久。好，所以2-3个月嘛，我们在那边2-3个月，他们就会教你一些，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对一些基本的。所以大概就是从高中的那个程度开始，就是真的好像我们在高中没有学到什么东西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目的，我们那时候被选派到台湾，然后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然后有这个传教士的目的。没错。所以我们就我们非常认真，进步的很快。我也是。虽然他们教的内容跟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上的差不多一样，比较没有那么生活化了。但是对，其实他们那时候会教我们很多
就是什么受洗啊，就是他们会教你什么耶稣基督，在高中没有学过的一些单词，对，怎么祈祷。然后他们其实也会教你，常常为了学习语言做祈祷的这个习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第零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你要加以祈祷，所以要有目的，要有渴望，然后加以祈祷。如果你就是不知道怎么祈祷，我们之后也可以讲。好，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当你祈祷的时候，神真的可以帮助你做一个你想要进步的一个东西，他真的会帮助你。对，所以祈祷也很重要。祈祷强迫，对。对，好，然后所以这个是第零嘛。好，然后我们出来传教，所以训练中心出来，我们就到了台湾上飞机到台湾。因为训练中心在美国，我们都在美国，对，参加这个其实有很多，世界有很多菲律宾，对，世界有很多训练中心，但是我们的是在美国，对。然后我们就到台湾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在台北传道部传教。台湾有2个传道部，一个是台北，一个是台中，然后他们就会负责台北就是负责北部跟东部，然后台中就是负责南部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我们2个都在台北传道部，然后我们好第一个原则，我们开始就是其实高中这个时候就开始运用这个原则，我们就是模仿母语者，不要模仿其他的外国人，你要模仿母语者，然后就你听到他们讲话，你就要模仿。我有没有？我觉得发音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然后发音不标准，大家都听不懂。你如果发音正确的话，那你的中文感觉就是中文会感觉非常不一样。所以怎么学习发音呢？没有像那个 KK 音标，或者是就是英文发音，你没有办法去看一个东西，或者是我们纯粹看罗马拼音，你没有办法。你需要听一个母语者讲话，然后你需要模仿他讲话的方式，一直重复。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你就会学会发音这个部分，然后你就可以通过模仿来学习中文的感觉是什么，他发音的感觉是什么。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模仿母语者。对啊，模仿真的很重要。我记得我可能在高中的时候，他们会教你什么很好玩儿。然后你就会学很好玩。但是我来台湾的时候发现，其实这边的口音跟我之前学过的口音非常不一样，所以我就会学这边的口音，就是我可能会听到一个人说什么你是谁啊，我就然后我就会在家里练你是谁啊谁啊，我就会练习，我就会模仿，可能不会在场那边就当下可能听到不会马上在那边练习，但是可能回家之后就会。就是自言自语这边就谁啊？就是他们会这样，谁？你是谁？我就会练习这个口音，对。对，我们没有讲到这个。对呀，就是你就会模仿这个。对啊。好。对，好，下一个第二个原则，我也觉得很重要。我发现我在台湾跟人家练习，就是如果有人想要跟我练习英文，或是想要跟我讲英文的话，他们会。有一点害怕，非常怕。他们害怕是什么？他们害怕讲错。讲错。对啊。害怕说错。每个人都会怕讲错啦，我们也会。但是我们发现，如果真的要学会这个语言，如果真的要进步，如果你真的要进步的话，你就要克服这个害怕，因为你如果因为你怕讲错，所以就一直没有讲。一直没有练习的话，你真的没有办法进步。对，所以第二个原则，你不可以怕讲错。不怕讲错。传教的时候一直在外面一直说话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强迫自己讲话。对啊，没有讲就不会学。你一定会讲错，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定会讲错。然后你可能会讲错很多次才会学会，但是你真的，你不要怕讲错。我们现在还会讲错，我们学这么久了，我们其实还会常常讲错，很多文法，很多用词也可能会用的不对，但是我们就
还是要坚持下去，就不能怕，不要怕。第3个原则跟第2个原则非常相近，那就是要欢迎纠正。你要欢迎纠正，你讲错的时候，你要期望，你甚至要邀请对方纠正你讲错的地方。因为你这样子才知道你有没有讲错，然后这样子也才知道最好讲你要说出来的那些东西的方式是什么。对啊。对，我觉得我最常就是我最喜欢的原则应该是这个吧，因为我传教的时候真的是每天，如果我讲了一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对的一个句子的话，我就会问那个人说，我这样说你听得懂吗？然后不只是听得懂，其实我传教的时候，这个让我想到，我常常听到，我有一次有一个台湾人的同伴，我同伴是台湾人，然后我常常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就会一直问他，我就会说，我这样说是对的吗？他就会说，我听得懂就好啦。我很生气，我说，不是，不是听懂就好，是我要讲对，我要跟你讲的一样，你会怎么说？你要形容这个，你会怎么说？我就会一直问他可能觉得很麻烦，但是我就说你要帮助我好吗？我要学中文，我不要让你听得懂就好啦。这样子你一直听我，就是你听我讲话，可能听得很尴尬啊。你听得懂，但是没有像其他人聊天一样，我想要很自然的跟你们聊天。对，你学习最快的时候是有旁边的人帮你纠正的时候。对，确实是，所以你要欢迎纠正。所以你现在会模仿，你可能会听不懂，然后你说你也不懂在说什么，但是发音至少可以说正确。然后你现在没有在害怕，有没有讲错？你在欢迎纠正。第4个原则是，你要练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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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天练习。对，传教的时候有一个说法，他会说 SYL。对，我们在传教士训练中心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跟我们说要 SYL。SYL 是什么呢 ？Speak your language。你要讲你学习的语言。你要学习的语言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会说 SYL 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知道这个中文，你就要讲这个中文，你就不要再讲这个英文了。然后你如果不会，你就要学习，你去查，对。然后你去练习它。对，然后传教士啊，他们就是每天都会出去，其实他们在家里花的时间非常非常少。我们大概在家里睡觉，然后可能做计划，就这样，做研读，然后差不多睡觉。大概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其他的时间都在外面，都在接触别人，所以我们练习的机会也非常多。确实是。第4个原则应该是最辛苦的原则，因为你就是要一直练习，你要花时间，然后你要去练习。但是你练习久了，如果前面这3个原则都在运用的话，那你第4个，你如果练习的话，你的中文就会进步。而且会进步的非常快。对。其实也不管是跟谁练习，我都会练习。就是比如说我的外国同伴，就是我美国的同伴，我也会跟他们讲中文啊。对。对啊。就是我大概6个礼拜都没有跟我的美国同伴讲英文，我们全部的时间都在讲中文，因为我们2个都有这个目标，都想要进步。我们都有一样的目的，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中文进步，让我们可以教导福音。我们有这个目的，有这个渴望，所以我们2个一起设定这个目标，我们就没有讲英文。我有遇到很多的传教士，他们可能不需要讲中文，或是不是跟台湾人讲话的时候，就是会说英文。然后有另外一种传教士，就是什么时候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都是讲中文。练习的传教士的中文会比没有练习的传教士的中文好很多。会，真的会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。然后你其实也可以就是有一个部分传教士也会做一个角色扮演，因为我们真的会怕讲错，我们也会怕陌生。其实
可能他不会，但是我很害羞，所以我觉得角色扮演很重要。我会跟我的同伴练习，就是比如说我要练习接触一个人，但是我觉得很怕，我很怕生，而且我非常害羞，所以要我走去一个我没有看过的人的面前讲话，跟他们讲话，真的很困难，对我来讲。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困难，所以我就会而且还要跟他们讲中文，就是加上还要讲中文。在美国这样做，跟他们讲英文都已经太困难了，然后还要讲中文，真的几乎没办法。我记得第一天我真的没办法，但是我就会每天跟我的同伴，我会跟他做一个角色扮演，我们就会练习。我就会说 ，OK， 你是路人，然后我要跟你接触，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练习。我就说你好，我是张姐妹，我那时候姓张。好，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练习。好，所以这个也很重要，就是如果你对。想要学习一个语言，你可以练习讲你想要会讲的事情，你就可以在家里先练习一次。好，对，好，最后一个原则，6个原则是注意听。你在外面或者是你在看电视或者是看电影啊什么的，你不管你在哪里，你要注意听这个语言。我以前如果是听台湾人讲话，然后有一个我听不懂的。我就会拿出一个笔记本，然后写下来，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会再去查，或者是我在那个当下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停下来，然后说，你刚刚说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帮我解释吗？你要注意听，因为你用听的才会知道，你还没有学会哪些东西。对，真的没错。而且你常常听到的单字，其实。也是你最需要学习的单字，就是你如果听到一个人用这个单字，其实你可能要赶快把它学起来。对，差不多。对，我发现很多人学习语言的时候，他们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发呆，就是因为或者是假装听得懂，你不要假装听得懂好吗？我有做过。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我也会，对，我有，但是你不要，这个都不会让我进步。你要注意听，听不懂的时候提出来，或者是写下来，你要记下来。对，然后你就要问那个人，你刚刚说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帮我解释吗？对，因为你如果一直假装听得懂，或者是发呆，然后你真的没有在听，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你的听力也不会进步，因为听力也很重要。好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最后，我们就是传教返乡回来嘛，我们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传教士，他们可能就返乡回家，就没有在用他们的语言，没有在练习这个语言，他们很快就会忘光。他们的中文会荒废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回去之后，我们2个都是那种很不想要忘记中文的那种，所以我们就有继续上中文课。我们刚好在同一个大学，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认识彼此。所以我们一起上中文课。然后我们其实交往的时候都是用中文讲话。连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用中文，也是用中文，因为我们在中文课，所以刚好就是可以，我们知道彼此会讲中文，然后我们刚好觉得我自己啦，我觉得他的中文不错就是我可以跟他练习，这样很不错。所以如果有人跟你马上变成朋友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如果有人跟你说，你的英文很好，或者是你讲这个语言很棒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认为你这样子就成功了，然后结束了。你要继续加油，你要继续练习，然后你要继续运用这些原则，你要继续运用这个语言。对啊，不然前面的时间都是浪费的。对，我甚至我们现在回来台湾了嘛，我现在住在台湾，但是我发现我常常因为我带3个小朋友，然后我现在怀孕，我很累，所以我常常很累的时候，我不想动脑的时候，我就会跟小朋友说英文啊，然后
就是他每天都工作啊，他工作就会用到中文，但是我不会，我的工作就是带小孩，然后我有时候也不会带他们出门，所以我们就一整天在家里，或者是如果有带他们出门就去一下溜滑梯就回来，然后我们一整天都在用英文啊，然后我发现我如果甚至连一个礼拜没有讲中文的话，我真的已经开始退步了。我最近因为怀孕就比较常累嘛，我这几个月真的有退步很多。对，我有发现我自己已经开始退步了。所以真的要每天用，每天说。对，加油。对。对，所以5个原则，第0个原则是要有渴望，然后后面5个原则是怎么学中文。我们认为是怎么学中文的，至少我们回想到我们高中，然后我们在传教，然后就是这个学习中文的历程之中，有这5个原则，我们认为非常重要。这是今天的分享，我们真的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希望这样子分享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，然后或许也对你们有帮助。你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，也可以运用这些5个原则来自己学习你想要学习的语言。如果是英文或是日文，我们觉得学哪一个语言应该都一样。如果运用这些原则的话，你的语言能力会进步。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对，然后我们也有很多人问我们，我们是怎么教小孩中文？那这个我们在下次的影片会跟你们分享。好，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